踢的话，虚脚在前面，大部分都是要踢，要踢裆的，啊，所以我这个过来，我这个脚要踢，是我这个劲到啪踢了，我这个劲在这啪踢了，跟我这个劲是在一起的，跟我这个劲打下去，他们两个劲是在一起的。我错了，你那个脚移过来是根据什么移过来的？不是去想，不是去想。百合量是往上。不是。对，可是它是什么时候跟随着什么过来？应该是这个时候我要过来。太快了，你还没到嘞。手转，手也要转啊，腰转，到了没有？没到腿没有？到了。到了，过来。哎，这样不懂？哦。哎，这才是连结在一起。啊，所以你那个提手上势，单边到提手上势，你这个脚后面的腿是怎么过来的？是因为我身体转都转过来。不是嘛？你筋没有连接上，你就过不去嘛。你过去就是就是断开的嘛。你们注意一下啊，除了手之外哈，包含腿，举2个例子，他刚刚在练。你这个从单边到这个提手上势，这个腿是怎么过来的？它过来的时间是什么？它是跟着谁过来的？所以它不是一个配合的过来，它是以这个来讲，它是到这边我走了，好，我这边沉下去，你看我的腰这样走到这边来，我的腰这个力量连接力量到腿了，我要根据这个力量，它过来，这样不懂？不是到这边你就知道他想过来，什么时候过来就过来，不是的，力量到了他才能过来。包括这个白鹤亮翅，这个脚怎么上去的？这个脚上去是我从这个地方，我从这边这样子起来，拧转到这边，你看到腿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发上了。它的时机在这边，听不懂？所以以应用来讲，我这个脚要踢是什么时候踢？我这个脚要踢的话，虚脚在前面，大部分都是要踢，要踢裆的，啊，所以我这个过来，我这个脚要踢，是我这个劲到啪踢了。我这个劲在这啪踢了，跟我这个劲是在一起的，跟我这个劲打下去，他们两个劲是在一起的，听不懂？跟这个一样，你这个脚上来，啪，不管是勾，还是要做什么，你这个脚过来是跟什么在一起？是跟这个，你的腰一转，啪。跟这个，所以不光是手啊，腿也是啊。你的进步退步，你是根据什么来做？你这个进步退步，只是单独腿的事吗？如果进步退步，你只是腿的事情，那你这个动作它就不是一个招式啦。
它没有配合啊，它不是整合在你的一个结构之内的动作了，听不懂？啊，跟这个搂膝袄步一样嘛。你这个搂膝袄步，你这个脚是什么时候收回来？当然是我到这边，我这个力量到这边了嘛，我力量到这边了，啪收回来。什么时候走？收回来是干嘛？是我到这个地方了，露出空了，人家要踢我这个脚了，或者要打这个脚了。我在这边我还没还没有漏空嘛。我是到这个地方啪漏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漏了以后啪落下来，扫过膝盖，走什么时候上？我的力量往前走了，是跟着我这个力上步的。我这个力量上步了，后腿什么时候收？后腿的收是我这个力量走，你看我的腰走到这个地方了，这个力量连贯到腿了，是到这个地方啪收变成这个了，是啊。所以它的力量是，你看上下相连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这个走到这边了，走，我这个走是这样，这个脚什么时候回来？还是一样嘛，这个脚回来到这边，啪到这边上，跟它在一起的，所以叫做上下相随。晓得吗？不是你练了，我练到这边啊，是要手做手的，脚做脚的，不是我手做，我的脚再上来，或者脚先上来，不是，晓得吗？这才是一个招式，一个招式的移动。你的肢跟体上跟下，左跟右，它是整合在一起的动。所以要去在动作当中要去感觉那个连贯，什么动作连贯到哪？连贯到哪？然后这个你做这个什么？这个以后上步腰转，啪，你才上嘛。你的腰转到这边了，上步腰再转，啪，什么时候回去？从这边转到底，啪，走出来。腰回正，手臂就甩出去了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一抹手，一抹，啪出去是这个脚嘛，这是扳嘛，拦，这个脚就上了，它的这个力量跟这个力量在一起起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一往前落，你看这个，这是锤。看不懂，要去注意这个。所以我说要练习，这种练习是不要用局部力，因为你一用局部力，你那个动作就变成单一的了。我看有人分享在老外美国吧，这个斑斓锤，他就练成好像他是招式而已，他就叭叭叭，他是这个，他把它练成啪啪。变成这个，就是他们的用力习惯嘛，所以我说你的核心思维不改，他去练太极拳，那不是太极拳啊，他只是学了招式而已啊，他还是用他的思维，用他的力量去打这个招式，那就不是太极拳了。那你说管不管用？打斗上面管不管用？对他来讲管用啊，因为他们很多西方人学中国武术或者学泰拳啊，学其他的拳，他要学的只是那个招式，因为他们的那个开始东西，那个拳击啊这些东西，招式太少。招式太少，看到中国武术啊、泰拳啊，那个什么那个印尼那个拳啊，什么招式很漂亮很多，
他们来学，他们要学的是那个招式的变化，他们不是要学你的核心的东西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学。看不懂？这就跟我前几次讲的一样嘛。现在人学习很多门派的东西，其实他用的东西只是同样的一种力量，他原本的那个力量，去练不同的拳，不同的拳种，其实练出来是一样的，只是看起来招式的差别而已，好了吗？可是那个并不是那个拳，因为基因不一样，核心的东西不一样，就不是好吗？所以讲橘欲淮而为枳嘛，橘过了淮河变成枳了，那枳的基因是从橘来的啊，那它变了一个样子，为什么不称是淮南橘呢？它不是了，因为它不是了，所以要给它另外一个名称了，它不是那个橘了。所以学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个，抓住那个核心我看那个钢琴那个大师的教学，我跟你们讲过嘛，他教一个段落，说肖邦的这个地方，你要形状加什么，然后变成一个这个弧度，变成一个这种东西，听起来就是流畅的。他说你流畅，你不是要弹的流畅，是让别人听起来流畅，所以你要这个加那个，然后他懂了以后，他说，可是只能用在这边，弹巴哈绝对不可以这样弹。所以肖邦浪漫派的有浪漫派的核心的东西不一样，巴哈古典乐派的东西就是死板的，你一定要照他这个弹。所以就算他们音乐不同乐派的或者不同人的东西，你都是要他去弹一个一战跟二战音乐家的曲子，被老师骂。我现在这个老师啊被骂，你这弹的什么东西啊？你弹什么进行曲啊？不是啊，我就照谱弹啊。他说不对，你不要弹了，你回去看这个人的自传，不但看自传，你还要看他那个时代同期的小说、戏剧，你要去了解那个时代，他们国破家亡，他们流浪到别的国家去，你要了解那个时代他们的心情，你再回来弹他的曲子，你才能掌握到他的精神。音乐都是这个样子，好的吗？这不是一套东西可以什么都用这一套的。当然，对于初学的人是没有分嘛。那他们到了上了大师课的，大师教你什么？大师不是教你那个基础啊，你手指要立起来啊，你的手指怎么变化？不是，他不是教这，他教你思维。他是教你头脑里的东西了，所以大师课嘛，是不是？一般的音乐老师课1小时500，600，大师课1小时上万起跳，1万到10万不等。他教什么？就是这个。看不懂武术也是一样，中国武术也是一样所以少林拳讲龙蛇虎豹鹤，他五行拳。后来成龙的电影出来蛇形虎形学那个样子嘛，
人家那个拳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是取其神。龙蛇虎豹鹤是取其神，不是取其形。啊，那到后来教神不好教啊，神不好教啊。以前教还可以，山里面可以看到猴子啊，看到鹤啊，看不到龙啊，但是想象那个图画里啊，那个龙啊，是不是可以看到啊？后来慢慢越看不到东西啦，很难教啊。神是没办法教的啊，你只能去体会，体会不到了，就只有教形了。就变成在传形了嘛。可是武术，中国武术不是那个东西的，好的吗？中国武术从来不注重形，他在教你形，也是教你从形里面去找那个神。这样有没有懂？所以要了解，我们练这些东西啊，要去找里面的那个东西啊。所以一体你都要问，你腿过来了，你那个腿是怎么过来的？为什么这个时间过来？你这个进步为什么这样进？为什么现在进？所有的移动都要有一个原因。听不懂？啊，这样你就能找到传统武术里面的东西了。啊，好，有问题吗？没有了，那就下礼拜见啊！好，拜拜。好。